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Sophie。今天我们做土豆泥 （mashed potatoes）。土豆泥呢，说难也不难，说简单呢，还是有那么几个细节需要注意一下的。首先是如何选择土豆。土豆有3种 ：starchy、waxy and in between。做土豆泥呢，我们需要 starchy 的土豆，因为这种土豆有较高的淀粉含量和较低的湿度，做出来的土豆泥才会有蓬松感。黑皮土豆的淀粉含量最多，但做出来的土豆泥会很软，欠缺一些颗粒感。另外，淀粉含量高的土豆也非常适合用来烤和炸。与它们相反 ，waxy 的土豆淀粉含量少，口感偏脆，适合用来炒土豆丝儿，也适合用来做沙拉或炖汤。In between 的土豆那就是 multi-purpose。做土豆泥呢，大部分人喜欢用黄皮土豆来做。只要是在超市里见到有 yellow 或 gold 字眼的土豆，基本上都适合用来做土豆泥。甚至有些超市会标注出来不同种类的土豆适合怎样来烹饪。这就是这一次我做土豆泥要用到的土豆，包装上面还有 Chipotle 土豆泥的食谱呢。首先准备700克左右的土豆，也就是 1.5 磅多一点，大概够4个人吃。一个人的分量大概是一个 medium size 的土豆。土豆洗干净，削皮，切片，过一下冷水，冲去表面的淀粉。土豆可以水煮，也可以蒸，我更喜欢用蒸的，因为它能更好的保留土豆的香味。可以冷水上锅蒸，水开了之后蒸20分钟。想要水煮的话，土豆切小块，尽量一样大小的块，加热起来才能更均匀。过一下冷水，冲去表面的淀粉。将切好的土豆加入凉水当中，而不是沸水哦。大火煮沸了之后转中火煮。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土豆块里外受热均匀，里外的温度同步上升。等待蒸土豆的同时，我们可以先来准备融化黄油，需要用到无盐黄油1条，也就是大概113克。开小火让它慢慢的完全融化。怎么要用到这么多黄油？我刚开始也是这个反应。但是想要做出一道好吃的土豆泥，还真要用到这么多黄油。所以说土豆泥不是 everyday food， 而是 indulgent food。 接下来是热牛奶，准备120毫升，也就是1/2杯的全脂牛奶。希望口感更浓郁一些的朋友，可以换成100毫升的重奶油。这个时候呢，可以依照个人口味，给土豆泥增加点味道。我这里就选择用 rosemary 和大蒜。Rosemary 2支，大蒜切片。也有不少人选择用 chives， 也就是细香葱。小火煮大概5分钟，让香料和大蒜入味。把土豆倒出来之前，可以先检查一下够不够软。OK 的话，先把它端下来，跑一下蒸汽，再倒入盆中。如果用水煮的话，记得一定要控水，也可以放回锅中翻炒一下，让它跑一下水蒸气。接下来是把土豆捣碎，可以用 masher 叉子，也可以用电动的 masher， 就是千万不要放入破壁机里打碎，也不要用 hand mixer， 这样的话会很影响口感。对于追求口感更细腻的朋友，可以再过一次筛，但是过筛真的很费劲，我这里就先不过筛了。土豆捣碎好了之后，先加入融化了的黄油，这里记得一定要先加入黄油，因为先加入液体的话会让土豆泥软掉，之后再加黄油也拯救不回来了。所以在土豆泥被任何液体软化之前，要先加入黄油。这时候可以再放点盐。如果最后想搭配 gravy 吃的话，这个时候盐要少放。盐呢要多次少量，可以先尝一下，再加盐。搅拌均匀之后加牛奶，牛奶要一点一点加，根据个人喜好，牛奶的量可以多加或少加。
接下来是制作 gravy， 也就是土豆泥酱汁，需要用到15克黄油、15克面粉和1杯的鸡高汤。这里分享一个小 tip， 像这种包装的液体，如果这样倒的话，它会水流不均匀，容易溅出来，但是你反过来倒就好很多了。 Nice。 如果懒得在家做酱汁的话，超市有卖现成的 gravy。先融化黄油，再加入面粉，然后要不停地搅拌，不然会糊掉。搅拌到它颜色慢慢变深，然后加入鸡高汤。酱汁的量对应的是今天做的土豆泥的1半。再来1勺生抽，少许的盐和黑胡椒来调味，也是需要不停地搅拌，直到汤汁为深褐色。我吃土豆泥的时候喜欢配很多的酱汁，如果你喜欢吃比较浓稠一些的酱汁，那高汤可以少加一些。想要摆盘更漂亮一些的朋友呢，可以先把土豆泥装在碗里，然后扣在盘子里面，一定要放一层保鲜膜，因为土豆泥会很黏。最后再浇上一层酱汁，是不是看着很美味呢？土豆泥是一个很百搭的 side dish， 也是逢年过节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，欧美这边餐桌上常见的一道菜。也可以在土豆泥中间挖一个凹槽，把酱汁倒在里面吃。如果不用酱汁的话，那就再多加一点盐，在上面撒一些黑胡椒和切碎了的西洋葱做装饰，吃原味的。这是我第一次做的酱汁，高汤放的少了，所以做的有点太稠了。这是我第2次做的酱汁，鸡高汤的用量是1杯。大家都学会了吗？别忘了在留言区分享一下你做土豆泥的心得。希望大家能帮助我给这个视频点赞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，分享给你更多简单又好吃的美食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